家族祭祖当天，总裁让初恋秘书站在自己身边，我自觉退到最后排，他戏谑点头，刘老太反手一巴掌扇他脸，正妻还在，什么时候轮到外人祭祖？全场陷入死寂。刘家老宅的祠堂前，青砖地面上摆着三生五谷，香烟袅袅升腾。刘氏宗亲黑压压站了一片，男丁在前，女眷在后，几十号人按着辈分排列，气氛庄严肃穆。我站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身边是几个远房的表婶，他们看我的眼神带着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嫁进刘家3年，谁不知道刘成远从来没正眼看过我这个妻子。这门婚事是2家长辈定的娃娃亲，他娶的不情不愿，我嫁的卑微隐忍。3年来，我在这个家里像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存在感甚至不如客厅里那只青花瓷瓶，至少那只瓶子还值些钱。刘成远一身黑色西装，面容冷峻地站在主继位旁。作为刘氏集团现任掌舵人，32岁的他手握100亿资产，是整个家族说一不二的存在。此刻他微微侧头，目光越过人群，落在身旁一道纤细的身影上。苏婉晴穿着一件米白色改良旗袍，长发挽成低髻，妆容淡雅得体。她就站在刘成远右手边半步的位置，那个本该属于刘家长媳的位置。她的站姿很讲究，不偏不倚，恰好在刘成远身侧45度角，既不会挡了他的正位，又恰好能被所有人看见。这种分寸感是经年累月练出来的。作为刘成远的贴身秘书，他知道如何在每一个场合精准地拿捏自己的存在感。各位宗亲，刘成远开口了，声音沉稳有力，在山间回荡。今日清明祭祖，感谢诸位拨冗前来。在先祖灵前，我有一件事要宣布。他抬手示意苏婉晴上前一步。婉晴跟我10年，从大学到现在一直是我的左膀右臂。大学时期是他陪着我创立了第一个创业项目，毕业后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规划，跟着我从零开始打拼。如今他出任集团常务副总，论能力论资历都当得起刘家的一份子。今天让他站在这里，是我刘成远的意思。话音落下，祠堂前一片窃窃私语。我低着头盯着自己脚上那双已经磨了边的黑色平底鞋，这双鞋是我在商场打折时买的，129块，穿了2年。不是买不起好的，是我觉得没必要，反正在这个家里穿什么都一样。3年前嫁给刘成远的时候，我穿的是外婆留给我的绣花鞋，大红色的，绣着并蒂莲。她说丑，让我换掉，我没舍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婚房里，听他在隔壁书房和苏婉晴打了整整4个小时的电话。后来那双鞋被我收进了箱底，再也没穿过。二叔公咳嗽一声，斟酌着开口：成远，祭祖是大事，你媳妇还在呢，让苏小姐占这个位置，怕是不太妥当。咱们刘家100多年的规矩，祭祖时站在主祭身边的，只能是明媒正娶的正妻。这事要是传出去，刘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刘成远眉峰微动，目光终于扫向我所在的方向，那一眼淡漠的像在看一件无关紧要的摆设。他甚至微微勾起嘴角，带着几分戏谑地点了点头。二叔公多虑了，他既然主动退到后排，说明他有自知之明，知道什么场合该做什么事。林微音，你说是不是？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转向我，我感觉脸上像被火燎过一样发烫。二叔公那句明媒正娶的正妻像一根针扎进心里。是啊，我是明媒正娶的，可那又怎样？在这个家里，正妻2个字不过是写在族谱上的一个名字，仅此而已。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里，3年的隐忍、退让、委屈，在这一刻全都涌上喉咙，堵得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祠堂前安静的只剩下风声。苏婉晴适时的微微垂手，姿态谦逊得体，可我分明看到她嘴角那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那弧度很轻，轻到只有我能看懂，因为我看了3年。
那是胜券在握的笃定，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无声宣告。就在这时，一道苍老却中气十足的声音从祠堂里面传了出来：谁说正妻不在？众人齐齐转头，祠堂的门被人从里面推开，一个头发花白、身板挺直的老太太拄着红木拐杖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盘扣褂子，胸口别着一枚老银胸针，上面刻的是刘家的族徽，一只展翅的玄鸟。刘老太，刘成远的亲奶奶，刘家辈分最高、话语权最重的长辈。她今年78岁，是刘家第4代中唯一还在世的长辈，族里的人不论辈分高低，见了她都得恭恭敬敬叫一声老祖宗。10年前，她说要去五台山清修，族里的事一概不管，可每逢大祭她必定回来，从不缺席。有人说她在五台山吃斋念佛，不问世事，也有人说她人虽在山里，刘家的大事小情没一件逃得过她的眼睛。老太太脚步稳健地走下石阶，拐杖敲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浑浊的眼睛里射出2道金光，她先看了看苏婉晴，又看了看刘成远，最后将目光投向最后一排。微衣丫头，你过来。我愣住了。刘老太虽然每年祭祖都能见到，但她向来寡言少语，跟我说话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此刻她突然点名，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奶奶，刘成远皱了皱眉，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您这是做什么？祭祖的流程都已经安排好了，司仪算过时辰，再耽误就要错过吉时了。刘老太没理他，目光依然落在我身上，语气不容置疑，过来，站到我身边来。我深吸一口气，迈开步子从后排往前走，两侧的人自动让开一条路，那些或探究或嘲讽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身上。我能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这就是那个不得宠的。听说结婚3年了，程远连他房间都没进过几次，林家早就败落了，他拿什么跟苏小姐比？我充耳不闻，一步一步走到刘老太面前，微微欠身，奶奶。刘老太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忽然伸手握住我的手，她的手枯瘦却有力，掌心是粗糙的老茧，这双手跟她刘家老太的身份极不相称，倒像是做了一辈子粗活的人。手怎么这么凉？她皱了皱眉，将自己披在肩上的一条羊绒披肩取下来搭在我身上，清明山风大，也不知道多穿点，这身上就一件薄衫，冻坏了怎么办？这个举动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那条披肩是刘老太的贴身之物，据说跟了她20多年，从未离身。此刻她竟随手披在了一个她3年来说过不到10句话的孙媳妇身上。刘成远的脸色微微一变，苏婉晴眼底闪过一丝错愕。奶奶，刘成远压低了声音，祭祖的事。话没说完，刘老太忽然松开我的手，转过身来，反手就是一巴掌。啪！清脆的巴掌声在祠堂前的空地上炸开，所有人都惊得倒吸一口凉气。那一巴掌打得又准又狠，力道大的让刘成远整个人向侧边趔起了半步。他白皙的面颊上迅速浮起一个清晰的掌印，嘴角甚至沁出了一丝血迹。他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奶奶。正妻还在，什么时候轮到外人祭祖？刘老太的声音不高，却像一记重锤砸在每个人心上。祠堂前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连山风都仿佛在这一刻停住了。远处树梢上几只麻雀扑棱棱飞起，像是也被这一声惊着了。苏婉晴脸色刷得白了，嘴唇翕动着想要说什么，却在刘老太凌厉的目光下把话咽了回去。她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那半步退得仓促而狼狈，是她今天第一次失去从容。我刘家传承170年，历经6代，祭祖的规矩从来没有坏过。刘老太拄着拐杖，声音沉稳得像一口古钟，每一字每一句都敲在青石板上，回荡在山间。正妻未亡，未休，未离，便是刘家的当家主母。主母尚在，让一个外人站在主母的位置上，
刘成远，你爷爷要是还在世，你今天这一出，他能打断你的腿。刘成远的下颌绷得死紧，眼底翻涌着屈辱和怒意，但他不敢发作。在刘家，刘老太的话就是铁律，就算他是集团总裁也不能违抗。集团里那些老臣子，半数以上都是看着刘老太的面子才支持他的，得罪了老太太，他的位置都未必坐得稳。魏因嫁进刘家3年，安分守己，从无过错。刘老太继续说，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你在外面怎么胡闹我管不着，我也懒得管，但在祠堂面前，在列祖列宗面前，你想抬举别人踩他的脸，我老婆子不答应。这是规矩，刘家170年的规矩，谁都不能破。苏婉晴终于忍不住了，轻声开口，她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却还在强撑着体面。老夫人，您误会了，我只是受程远的安排来协助祭祖事宜，并没有要取代任何人的意思。我跟程远是大学同学，又是公司的管理层，于情于理都应该为刘家尽一份力。我问你了吗？刘老太甚至没有转头看他，4个字就把苏婉晴所有的话堵了回去。那4个字像一把刀，干脆利落地斩断了苏婉晴所有的体面。苏婉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那双漂亮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咬着下唇，楚楚可怜地看向刘成远。他站在那里，身体微微发颤，像一朵被风雨摧折的娇花，惹人心疼。刘成远深吸一口气，压下所有情绪，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一些。奶奶说的对，是我考虑不周。婉晴，你去后排。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我知道他越平静就越愤怒。这个男人就是这样，越生气越冷静，能把所有的怒火压在一层薄薄的平静之下，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全部爆发出来。苏婉晴身体微微一颤，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但她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片刻的失态后便恢复了从容，微微颔首，转身走向后排。她走得不快不慢，背脊挺得笔直，像一只优雅的白鹤。只是路过我身边时，他的目光与我短暂相接，那里面藏着的东西比刀子还冷。我看懂了那个眼神，他在说，你以为这样就赢了？他护不了你，这一巴掌只会让他更恨你。今天你有多风光，明天你就会有多惨。我知道他说的对。刘成远此刻看向我的目光里，分明带着迁怒和厌憎。他不敢怨恨刘老太，所以这笔账只会记在我头上。他甚至可能觉得今天这一切都是我策划的，是我去求了老太太，是我在背后搬弄是非。可那又怎样？3年了，他在乎过我怎么想吗？他在乎过我在这个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吗？他以为我一直忍着是因为怕他，是因为离不开刘家的荣华富贵。可他不知道，一个女人如果真的不在乎了，她什么都做得出来。刘老太拉着我的手，让我站在祠堂正前方的蒲团前，与刘成远并列。他亲自点燃3炷香递给我，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都听得清楚。列祖列宗在上，这是刘家第6代长媳林微音，往后年年祭祖，他站的便是这个位置。谁要是想换人，先来问过我这把老骨头。我接过香，跪在蒲团上行3叩9拜之礼。额头触地的瞬间，我感觉眼眶发酸，但咬着牙没让眼泪掉下来。不能哭，哭了就是示弱，哭了这3年的委屈就白受了。祭祖仪式在一种诡异的沉默中结束了。司仪加快流程，原本需要40分钟的祭礼压缩到了20分钟。所有人都在偷偷打量我，目光里有惊讶，有好奇，有幸灾乐祸，更多的是审视，他们在重新评估我这个废妃的分量。刘老太没有多留，拄着拐杖回了祠堂后面的小院，临走前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晚上来我院里吃饭。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扔进平静的湖面，在刘家宗亲中激起了层层涟漪。刘老太的小院从不留人用饭，连刘成远都没这个待遇。据说上一次被留饭的人
还是20年前的一位故交。一时间，那些原本对我爱搭不理的远亲们纷纷换上了笑脸，争着过来跟我搭话。魏英啊，我就说你是个有福气的，老太太这是疼你呢。是啊是啊，往后可要常走动，咱们都是一家人。你三表婶的手艺可好了，改天来家里吃饭。我一个都没理会，转身就走。这些人的嘴脸我太清楚了。3年前我嫁进来的时候，他们背地里说我高攀，刘成元冷落我的时候，他们跟着冷嘲热讽，现在老太太给我撑腰了，他们又来巴结。这样的一家人，不要也罢。回到老宅给我安排的房间，我关上门，靠着门板缓缓滑坐下来，手还在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压抑了3年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像是被堵了3年的河堤忽然被凿开了一个口子，水不是流出来的，是喷出来的。我摸出手机，屏幕亮起的一瞬间，我看到有一条未读消息，发件人是一串没有备注的号码，但那个号码我烂熟于心。东西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动手。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地上，闭上眼睛。3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山间的雾气渐渐漫上来，将整座老宅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湿冷里。远处的祠堂还亮着灯，大概是族里的长辈们在收拾祭品。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重新梳了头发，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镜子里的女人今年27岁，面容清秀，算不上多漂亮，但胜在五官端正，气质干净。只是眉眼间总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疲惫和隐忍，像一个被磨平了所有棱角的人。可是今晚，那双眼睛里有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一种被压了3年终于开始反弹的光，是一种终于不用再伪装，不用再忍耐的锋利。3年了，我等的就是今天。刘老太的小院在老宅最深处，青砖灰瓦，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槐树，树干粗的要2人合抱。槐树的花期还没到，光秃秃的枝丫在夜风中轻轻摇晃，在地上投下杂乱的影子。我推开院门的时候，闻到一股浓郁的饭菜香，那香味霸道的钻进鼻腔，让我的胃部争气的咕噜了一声。我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老太太坐在正厅的太师椅上，面前摆了一张小方桌，桌上4菜1汤，2副碗筷，菜都是家常菜，红烧肉、清炒豆角、香菇菜心，一条清蒸鱼，外加1碗番茄蛋花汤。卖相不算精致，却有一种让人安心的烟火气。坐下吃饭，他指了指对面的位置。我依言坐下，却没有动筷子。他沉默着，不急不缓地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慢慢嚼着。他吃饭的样子很专注，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嫁进刘家3年，我每年只见你1面。他忽然开口，语气平淡的像在聊天气。每次见你，你都穿得灰扑扑的，缩在角落里，像个受气的小媳妇。我就想，林家好歹也是大户人家，100年前在这城里也是数得上号的，怎么养出来的女儿这般没出息？我垂下眼帘，没接话。不是不想接，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林家是100年前的大户人家，可那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的林家不过是一个只剩下空架子的破落户。后来我让人去查了查，才知道你父母走得早，你是跟着外婆长大的。林家那些人把你当联姻的工具塞进刘家，给一笔嫁妆，就再没管过你。他放下筷子，目光沉沉地看着我。这3年你在刘家过得很不容易吧？我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依然没说话，可喉头发紧，鼻子发酸。不容易，这3个字太轻了。3年，1000多个日夜，每一天都像走在冰面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刘成远的冷漠，苏婉晴的暗讽，佣人们的怠慢，宗亲们的冷眼，这些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是在这个偌大的宅子里，你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今天那一巴掌，我打的是程远，也是打给刘家所有人看的。老太太的声音忽然沉了下去，但我能护你一时，护不了你一世。我今年78了，还能活几年？等我走了，你的日子只会比从前更难过。到时候别说占正位了，祠堂的门你都不一定进得去。他停顿了一下，拿起汤碗喝了一口，然后抬起眼皮看着我，那目光又深又沉，像是能看透一切。所以，魏婴丫头，你打算怎么办？我慢慢放下筷子，抬起头与他对视。那一刻，我眼底所有的隐忍和怯弱都褪去了，露出了3年来从未示人的底色。奶奶，我要离婚。4个字说出口的瞬间，我感觉压在胸口3年的那块巨石忽然松动了一点。刘老太没有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像是在等我继续说下去。但我不会就这么走。我的声音很轻，却很稳，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刘家欠我的，我要一样一样拿回来。刘成远欠我的，我要他跪着还。屋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老槐树的枝条在夜风中敲打窗棂的声音。刘老太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生气了，毕竟我当着她的面说要对付她的孙子。可她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欣慰，有赞赏，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她的眼尾皱纹堆叠在一起，像一朵在深秋绽放的菊花。好，她只说了一个字，然后重新拿起筷子，先吃饭，菜凉了就不好吃了。这红烧肉我炖了一下午，肥肉都化了，不腻。我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肥而不腻，酱香浓郁，瘦肉酥烂，肥肉入口即化。酱油和冰糖的比例拿捏得恰到好处，咸中带甜，甜中带鲜。这个味道，我忽然愣住了。那是7年前的一个雨夜，那年我20岁，还在江城读大2，寒假没有回家，不是不想回，是没地方回。外婆刚去世半年，邻家的房子被舅舅卖了，我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我租住在学校旁边的城中村里，1个月的房租300块，房间小的转不开身。那天晚上下着暴雨，刘家派来的人找到了我，2个穿黑西装的男人，自称是刘成远父亲的下属，态度客气，但语气冰冷。他们说刘家和林家的婚约该兑现了，让我做好准备。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婚约，外婆从来没跟我提过。我让他们走，他们不走，站在楼道里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把手机递给我。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说他是刘成远的父亲，说2家的婚约是祖辈定下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毕业了就嫁过来，他说这是你林家的承诺。我挂了电话，把那2个人赶出了出租屋。可第2天房东就来找我，说房子不租了，让我3天之内搬走。我去找辅导员，辅导员支支吾吾地说学校宿舍已经满了。我去找同学借宿，所有人都在那天晚上不方便。后来我才知道，刘家的人已经把整条街的房东都打过招呼了。我在雨里拖着行李箱走了整整3个小时，浑身湿透，终于在一家24小时便利店门口停了下来。我蹲在便利店的门廊下，抱着膝盖，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一个路过的老太太撑着黑伞，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她没有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哭，也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从随身的保温袋里拿出一个饭盒，递到我面前。姑娘，天大的事，吃饱了再说。饭盒里装的是红烧肉盖饭，肉还冒着热气，酱汁渗进米饭里，香气在雨夜里格外浓郁。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份饭，抬头想道谢的时候，老太太已经撑着伞走远了。雨雾模糊了她的背影，我只记得她走路的姿态，脊背挺得很直，脚步很稳，不像一个普通的老人。后来我一直在找她，想当面说一声谢谢，但再也没有遇到过。直到今天，我的筷子停在半空，
猛地抬头看向对面的老人。您，我的声音有些发颤，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7年前，在江城解放路吃饭。他打断我，语气不容置疑，但眼神温柔的像月光。有些事该知道的时候自然会知道。那一刻，无数个碎片般的念头在我脑海中碰撞、拼凑、重组。7年前，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江城？那个雨夜不是偶然，他不是路过，他是特意来找我的。他知道刘家的人在逼我，知道我没地方去，知道我蹲在那个便利店门口。可如果他7年前就知道一切，那这3年来他为什么对我不管不问？为什么直到今天才站出来？一个我从未想过，也从未敢想过的可能性，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在胸腔里疯狂生长。刘老太什么都知道，他知道刘成元怎么对我的，知道苏婉晴的存在，知道我在这个家里的处境。他3年不闻不问，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在等我自己站起来。如果我早一点反抗，他就会早一点站出来；如果我继续忍着，他就继续看着。他要的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孙媳妇，他要的是一个能扛得住事、撑得起局面的当家主母。我低下头，把涌上来的酸涩和震惊全部咽了回去，安安静静地吃完了这顿饭。饭后，老太太让身边伺候的陈妈撤了碗筷，泡了2杯雨前龙井。茶香氤氲中，她从袖子里摸出一把老式的黄铜钥匙，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那把钥匙有巴掌长，铜质温润，钥匙柄上刻着一个篆体的林字，字刻得很深，笔画里嵌着经年累月的黑色氧化物，让它看起来更加古朴厚重。这是祠堂东厢房的钥匙，那间屋子从你太公公那一代就锁着，族里没人进去过。他的手指在钥匙上轻轻敲了2下，里面有些东西，你应该看看。我拿起钥匙，沉甸甸的，比看上去要重得多。铜质表面被玛萨的光滑温润，显然有人经常拿在手里把玩。奶奶，这里面是……你去了就知道了。他摆了摆手，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像是累了。去吧，我乏了。记住了，不管看到什么，出来之前别让任何人知道，包括程远，包括任何人。我攥紧钥匙站起身，向老太太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到门口时，她又开口了。微音。我回过头，她没有睁眼，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林家祖上出过进士，出过皇商，出过御医，你身上流的血不比任何人低。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位78岁的老人在昏黄的灯光下闭目养神的样子，忽然觉得她不像一个养尊处优的豪门老太太，她更像一棵老树，根系深扎在这座100年老宅的底下，见过无数的风雨。谢谢您，奶奶。我说，7年前的饭和今天的饭。她没有回答，只是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山里的夜黑的浓稠，老宅的廊道里只亮着几盏昏黄的壁灯。我穿过2道月洞门，沿着石板路走到祠堂东侧。这条路我3年走了很多次，但从没有在这个时间来。白天的祠堂庄严肃穆，香火缭绕，是刘家人祭拜祖先的圣地。到了夜里，没了人气，只剩下飞檐翘角在夜色中勾勒出的诡异轮廓，像一只蛰伏的巨兽。东厢房的门是老式的木门，门板上刷着暗红色的老漆，漆面已经皲裂成细密的纹路，像老人手背上的血管。门上落了一把铁锁，锁头生了一层绿锈，显然很多年没被人动过。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转，咔嗒一声，锁开了。推开门，一股陈年木料和旧纸张的气味扑面而来，那是一种干燥的、略带苦涩的味道，混合着樟脑和灰尘的气息。我借着手机的光环顾四周，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大约20平米，四面墙都立着书架，架上整整齐齐的码着账册、卷轴和木匣子。正中间一张红木书案，案上摆着文房四宝，
砚台里的墨早已干涸开裂，裂成一片片卷起的墨片。笔架上挂着的几支毛笔已经僵硬变形，笔尖的毫毛枯黄发脆。一只铜香炉里还残留着半炉香灰，灰白色的，落满了灰尘。我拿起离手最近的一本册子，拂去封面上的灰尘，翻开第一页。竖排的繁体字工整端正，像是用毛笔誊抄的。纸张已经泛黄发脆，边缘有些缺损，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开头一行字让我瞳孔骤然收缩：刘氏产业原始古本明细。光绪23年，岁次丁酉，刘家先祖刘怀瑾创办怀济绸庄，启动资金来自林家的白银8000两。8000两白银是什么概念？晚清时期，一个普通百姓一年的收入不过20-30两银子，8000两是天文数字。契约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刘家负责经营，林家享有60%干股，世代不变，契约永续。落款处盖着两家的私章，还有商会会长的见证签名。我的手开始发抖。继续往下翻。民国17年，刘家产业扩大，更名刘氏商行，涉足布匹、茶叶、南北货等多种生意。林家继续注资，这次是5000大洋，持股比例调整为55分成，双方签有补充协议。协议的末尾有一条补充条款，若林家后人要求退出，刘家需按市值的双倍回购林家所持股份。这条补充条款是用朱笔写的，颜色已经暗淡，但在泛黄的纸页上依然醒目。1956年，公司合营，刘家资产并入国营企业，原始股权文件被封存。文件里夹着一张当时的《人民日报》，报纸已经泛黄发脆，上面刊登着公司合营的政策公告。1984年，刘家后人重新创业，成立刘氏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20万，其中80万来自林家后人提供的资金和祖上遗留的资产凭证。这份凭证的复印件就附在册子里，上面盖着两家的私章，刘家的章我不认识，但林家的章我太熟了。那是林家祖传的翡翠印章，章钮刻的是一朵莲花，我小时候在外婆的梳妆盒里见过。再往后翻，是一份1992年的股权确认书。这时候的刘氏实业已经发展成了刘氏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过亿，在那个年代是名副其实的商业巨头。确认书上明确载明，刘氏集团总股本中，林家占股 40%， 由林家后人世代承继。落款处盖着刘家和林家两方的印章，还有3位见证人的签名。其中一位见证人的名字我认识，是当年省里有名的律师，已经去世多年。另一位的名字更让我心惊，是刘老太的丈夫刘成远的爷爷刘伯庸。也就是说，刘老太的丈夫是这份股权确认书的见证人之一，他亲手确认了林家 40% 的股权。40%，这个数字像一道闪电劈进我的脑海里。刘氏集团如今市值超过600亿，4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40亿，不对，这还不算。如果要加上120年来的股息、红利和资产增值，这个数字还要翻上几倍。这笔钱够买下10个现在的林家。我继续翻看其他文件，越看越心惊。这些文件横跨晚清、民国、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时间跨度超过120年，每一份都保存完好，每一份都有双方签字盖章，每一份的法律效力都无可辩驳。其中有一份文件特别引人注目，是1992年的补充协议。协议中明确写道，如刘家在任何时候试图单方面否认、隐瞒、篡改本协议内容，林家后人有权要求刘家按照当时市价回购全部股权，并以每年 10% 的复利计算延期支付的利息。10% 的复利，从1992年算起，到现在已经31年。如果按这个公式计算，刘家欠林家的钱是一个让整个刘氏集团倾家荡产的数字。我忽然明白了一个事实，刘家发家的根基
是林家的钱，不是林家帮过刘家，而是没有林家就没有刘家，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而刘成远对此一无所知。不止刘成远，整个刘家知道这件事的人恐怕不超过3个。刘老太肯定知道，也许刘成远的父亲生前也知道，至于其他人，他们大概和我一样，以为林家只是个过去式的破落户，以为刘家的财富都是他们自己赚来的。这份股权契约如果曝光，刘氏集团的股权结构将被彻底改写，刘成远的总裁之位能不能坐稳都是未知数，不是未知数，是肯定坐不稳。董事会里那些人一个个都是人精，一旦知道刘家的股权有这么大的瑕疵，他们会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涌上来。我把所有文件重新整理好，放回原位，手指触碰到最底层一个雕花木匣的时候，我顿了一下。木匣不大，巴掌见方，紫檀材质，包浆温润，匣面上雕刻着缠枝莲纹，刀法细腻流畅，一看就是老匠人的手艺。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匣子，里面铺着明黄色的缎子，缎子虽然已经陈旧褪色，但质地依然柔软光滑，缎面上静静躺着一枚印章，和田白玉的质地，通体莹润，握在手里有一种温凉的感觉。章钮雕的是凤穿牡丹，凤凰的每一根羽毛都纤毫毕现，牡丹的花瓣层叠舒展，雕工之精湛让人叹为观止。我小心翼翼地把它翻转过来，底部4个篆字映入眼帘：林氏长女印。这是林家祖传的凤章。我的手再也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这枚印章在林家的族谱上有明确记载，道光年间，林家先祖林文渊考中进士，殿试2甲第1名，深得道光皇帝赏识。皇后感念林文渊之母教子有方，特赐这枚凤章以表嘉奖。凤章历来只传给林家嫡长女，代代相传。据族谱记载，林家每一位拥有凤章的女儿，都是那一代林家最出色的人物，有的经商富甲一方，有的行医救人无数，有的办学教书育人。我外婆是林家最后一位拥有凤章的长女，她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过，这枚印章在她出嫁那年遗失了，她找了一辈子都没找到。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深不见底的遗憾。微音，那是林家的根，她的声音虚弱的像是风中的烛火，你要是有朝一日能找到她，林家就不会散。我当时只当是老人临终的执念，可现在看来，他说的不是执念，是预言。原来凤章一直在这里，锁在刘家祠堂的东厢房里，和那些被刻意掩盖的真相一起沉睡了不知多少年。我把印章放回木匣，将木匣贴身收好，然后拿出手机，将所有文件一页不落地拍了下来。每一页我都拍了2遍，横版和竖版各一张，确保每一个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拍完之后，我把原件归位，锁好门，钥匙藏进衣领深处。走出东厢房的那一刻，山风迎面扑来，吹散了我身上沾染的尘风气息。我站在祠堂的回廊下，抬头看着头顶那方被屋檐切割成4方形的夜空，忽然笑了一下。3年了，3年来我像一粒尘埃一样活在这个家里，没有人把我当回事，没有人觉得我值得尊重，连宅子里的佣人都敢给我脸色看。刘成远带着苏婉晴出席各种场合，从不避讳，所有人都知道我这个正妻不过是个摆设。他们以为我忍气吞声是因为懦弱，是因为离开刘家就活不下去。可他们不知道，我从来都不需要仰仗刘家的鼻息而活。我身上流着林家的血，我的祖先曾经是这个国家的翘楚。刘家欠林家的是一笔横跨3个世纪的债，这笔债连本带利，已经到了该清算的时候了。手机在口袋里震动，又是那个没有备注的号码。林小姐，资料已经全部整理完毕。刘氏集团近3年的财务数据、关联交易记录以及刘成远个人名下资产明细都在这里了。他去年通过离岸公司转移了一笔2亿3千万的资金到境外，
今年年初又用母亲的名义在瑞士开了一个账户。只要你一句话，我马上提交给证监会和税务部门。我盯着屏幕上的文字，指尖悬在键盘上方，停了几秒钟。再等等，我回复道，还不够。我要的不是让他难受，我要的是让他翻不了身。2亿3千万不够大，瑞士账户也不够致命。我要找到更大、更致命的东西。发送完毕，我关掉手机，沿着石板路往回走。路过刘成远书房的时候，我看到窗户里还亮着灯。老宅的隔音不算好，2个人影映在窗帘上，声音隐隐约约传出来。刘成远坐在书桌后面，苏婉晴站在他对面。他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意，语速比平时快了将近1倍，这是他失态的标志。我跟他打了3年交道，太了解他了。那老东西今天分明是故意给你难堪，他早不管事晚不管事，偏偏今天跳出来，你不觉得太巧了吗？林徽因在他院子里待了多久？他们说了什么？你敢说这背后没有猫腻？够了！刘成远的语气很烦躁，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个调门。那是我奶奶，你说话注意点分寸。什么老东西不老东西的，这种话别让我再听到第2次。分寸？我凭什么要注意分寸？刘成远，我跟你10年了，从大2那个创业项目开始，从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就跟着你，你现在告诉我没有分寸？苏婉晴的声音尖锐起来，带着哭腔。今天他让我站到后排去，所有人都在看我笑话。你二叔公家的媳妇，你3堂婶，还有那个一向看不惯我的刘曼如，他们都在笑。你连个屁都不敢放，你让我怎么在刘氏待下去？婉晴，刘成远的声音软了下来，带着无奈和安抚。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揉着太阳穴的样子。我知道你委屈，但你放心，等祭祖的事过去，我会跟奶奶好好谈。至于林徽因，我有的是办法让她自己走。她一个没背景没靠山的女人，能在刘家赖多久？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就一点时间。你给过我多少次一点时间了？苏婉晴的声音里带上了真正的哭腔，这次不是装的。3年了，从你结婚到现在整整3年，每次都说快了快了，结果呢？他还好好的在刘家待着，今天还被老太太捧上了天。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就像一个傻子，等了1年又1年，看着你跟他住在一个屋檐下，看着他顶着刘太太的名头。我从来没碰过他。刘成远打断他，声音忽然拔高，结婚3年，我没踏进过他房间1步，你还要我怎样？苏婉晴愣了一下，然后冷笑了一声，你没碰过他，可全天下都知道她是刘太太。我呢？我算什么？我就是你身边一个没名没分的。他没说完，声音断在一半，像是被什么堵住了。窗帘上的人影重叠在一起，我猜到发生了什么。我闪身躲进走廊的阴影里。片刻之后，书房的门开了，苏婉晴走了出来。她的发型有些散乱，眼角还挂着泪痕，但脸上已经恢复了那种惯常的从容。她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领，然后踩着高跟鞋朝老宅的另一头走去。她的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回响，在夜色中格外清晰。那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乱，像是他压抑了一整天的情绪终于开始从脚底泄露出来。书房的灯还亮着，刘成远没有出来。我靠在墙上，嘴角的弧度一点一点的加深。苏婉晴说的对，3年了。他等了3年，刘成远还是没有兑现承诺。他慌了，所以才会失态。他怕了，所以才会来逼他。而他越慌，就越容易犯错，越怕，就越容易露出破绽。一个在明处的对手，远比一个藏在暗处的对手好对付。苏婉晴已经把自己暴露了，而刘成远，他还在以为我只是一个沉默的、没有威胁的摆设。回到房间，我反锁房门，拉上窗帘，打开了那台半年没用过的笔记本电脑。这台电脑是我用母亲的旧姓买的，
连快递地址都是寄到闺蜜的公司。开机密码是一串32位的随机字符，我背了半年才记住。电脑里有一个加密文件夹，藏在系统文件的最深处，用的是军事级别的加密软件，里面存着过去3年我收集的所有资料。刘氏集团的内部财务报表，这是最难搞到的。我通过一个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大学同学拿到了部分数据。近3年的营收虽然在增长，但利润持续下滑，现金流也出现了问题。刘成远为了维持股价做了不少粉饰，这些粉饰的手法虽然不违法，但离违规只差一线。关联交易明细，刘氏集团旗下有7个子公司，3家离岸公司，彼此之间的资金往来错综复杂，像一张精心编织的蜘蛛网。我花了半年时间才理清这些公司的股权关系，发现刘成远通过这些关联交易至少转移了5亿资金到境外。离岸公司的股权架构图，这是最致命的部分。3家离岸公司分别注册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和百慕大，股东名义上是刘成远的母亲和一个远方表亲，但实际上真正的受益人只有一个，刘成远本人。这些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投资刘氏集团的海外项目，而这些项目无一例外的亏损。亏损不是真的亏损，而是利润转移，把钱从一个口袋挪到另一个口袋，避开所有监管。刘成远个人账户的流水记录，这部分资料来路灰色，我不能拿出来作为法律证据，但它能帮我找到其他合法证据的方向。他的消费记录显示，光是去年1年，他在苏婉晴身上的花销就超过800万，珠宝、豪车、房产，还有一家开在苏婉晴名下的高端花艺工作室，注册资本300万。一些不方便对外公开的内部邮件，这些邮件来自刘氏集团的企业邮箱系统，是我花了很大代价获得的。邮件里，刘成远和财务总监讨论如何优化报表，和法务总监讨论如何规避监管风险，用词谨慎但意图明显。这些资料有的是我花了大量时间从公开信息里一点点拼凑出来的，有的是通过林家的人脉私下获取的，还有几份最关键的文件，我不愿细想他们的来路。我把今晚在祠堂拍到的股权文件导进电脑，放在整个资料库的核心位置。有了这份原始契约，我之前收集的所有碎片就有了基石，整件事情的真相便再也无法被掩盖。刘家欠林家的不仅仅是感情债，更是横跨1个多世纪的真金白银。40%的股权加上120年的股息红利和资产增值，这笔账算下来，足以让刘家如今的富贵体面一夜归零。但还不够，我要的不是钱，钱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在刘家3年，住的是偏院的小房间，吃的是和佣人一样的伙食，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000块。这样的日子我过了3年，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我要的是公道，我要刘成远跪在我面前，亲口承认他错了。我要苏婉晴那张永远端着的脸上露出他最真实的嘴脸。我要整个刘家为这3年对我的践踏付出代价。而这一切都需要更周密的计划，更精准的时机。我在电脑前坐了很久，把所有的资料重新梳理了一遍，调整了几个关键节点的时间线。等一切理清之后，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老宅的清晨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佣人们还没起床，院子里只有早起的鸟儿在树上周啾。远处的山峦在晨光中显出层次分明的轮廓，像一幅水墨画。我合上电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清晨的山雾还没散尽，老宅的青瓦白墙在薄雾中若隐若现，远处祠堂的飞檐翘角像一只栖息在山间的巨鸟。手机又亮了。林小姐，刘氏集团今天上午10点召开临时董事会，议题不详。据内部消息，刘成远准备提议苏婉晴出任集团高级副总裁。苏婉晴的升职材料已经准备好了，人事任命书都打印好了，就等董事会通过。
一旦通过，他将成为刘氏集团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副总裁。我看了这条消息3秒钟。苏婉晴升职。在刘老太当众打了刘成远的脸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反思，不是收敛，而是加速提拔苏婉晴。这算什么？宣示主权，向老太太证明他不在乎。或者更简单，他只是慌了。老太太的耳光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稳固，所以他需要苏婉晴在集团里替他守住更多的地盘。苏婉晴是他的人，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提拔苏婉晴就等于是巩固自己的权利。不管是哪种可能，这对我而言都是好消息。他越着急，就越容易犯错；他越是想巩固权力，就越是会把破绽暴露出来。我慢慢打出一行字：收到，按原计划推进，今天上午10点准时动手。我要让董事会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打算提拔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消息发送成功的那一刻，东方的天际恰好跃出第一缕晨光，金色的光芒穿透山雾，照在祠堂的琉璃瓦上，折射出耀眼的光彩。我对着窗外深深吸了一口气，清冽的空气灌进肺里，整个人前所未有的清醒。3年前，我穿着红嫁衣走进刘家的大门，以为这里是归宿，结果是牢笼。3年后，我要亲手拆了这座牢笼，一块砖都不留。而今天就是拆第一块砖的日子。第2章暗流。刘氏集团的总部大楼坐落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反射出冰冷的光芒，楼顶上刘氏集团4个大字是镀金的，远远就能看见。上午9点50分，我站在大楼对面的咖啡店里，透过落地窗看着那道旋转门。西装革履的董事们陆续到达，一辆辆豪车停在门口，门童们忙不迭地开门，问候，指引。我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3年来，我以刘太太的身份参加过无数次集团活动、年会、庆典、慈善晚宴。每一次，刘成远都挽着苏婉晴走在前面，而我一个人跟在后面，像一个多余的影子。没有人跟我说话，没有人跟我碰杯，连集团的中层干部都敢对我视而不见。有几次，新来的员工甚至不知道我是谁，把我当成了普通的工作人员，让我去倒咖啡。我都倒了，一杯又一杯。不是因为我脾气好，是因为我在等一个让他们所有人都记住我的机会。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徐瑞发来的消息。徐瑞是我的私人律师，也是这3年来唯一一个知道我在做什么的人。他今年35岁，专攻商业诉讼和股权纠纷，在这个领域里算得上是1号人物。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刚赢了一个标的10亿的股权案，风头正劲。董事会已经开始，苏婉晴的任命作为第3项议题，预计10点20分进行表决。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送给所有董事。我喝了一口咖啡，回复道：再等10分钟，等他们念完任命书，等他最得意的时候。收到。另外有一个消息你可能感兴趣，刘成远今天早上从个人账户赚了500万到一个苏婉晴名下的基金会，名义是公益捐款，实际用途不明。500万，昨天刚被老太太打了脸，今天一早就给苏婉晴赚了500万，这算什么？安抚费。记录留下。我回复：已经留了。我放下手机，继续看着对面的大楼。10点15分，我付了咖啡钱，穿过马路，走进了刘氏集团的大楼。前台小姐看到我的时候，明显愣了一下。她当然认识我，3年来我无数次从这里经过，每一次都是低头快步，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的步伐不疾不徐，眼神不闪不避，身上穿的虽然不是什么大牌，但干净利落，透着一种被压了很久终于弹回来的锋芒。夫人，前台小姑娘的声音都变了调，刘总在开董事会，您。我知道。
我微笑着打断他，我不是来找他的，麻烦帮我刷卡，32楼。32楼是法务部的办公区。我走进电梯，按下楼层键，门缓缓合上。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镜面不锈钢映出我的脸，那张脸上带着一种我自己都有点陌生的表情。电梯在32楼停下，我走出去，径直走向法务部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门上挂着首席法务顾问周正明的名牌。周正明是刘氏集团的老臣子，从刘成远的父亲那一代就在刘家做事，今年60岁，在集团里德高望重。他是当年那份股权确认书的见证人之一，虽然他的签名不在原件上，但我有理由相信他对这件事知情。我敲了敲门，请进。周正明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文件。他抬头看到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但很快恢复了平静。这个反应让我确认了我的判断，他知道的事情比他表现出来的要多得多。夫人，您怎么来了？他放下文件，站起身来，态度礼貌但保持着距离。我关上门，在他对面坐下，开门见山，周叔，我昨晚在祠堂东厢房待了一整夜。周正明的瞳孔骤然收缩，那一瞬间的失态虽然只有0点几秒，但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他知道东厢房里有什么。夫人，东厢房是族中禁地，您禁地？我笑了一下，从包里拿出那把黄铜钥匙放在桌上，奶奶亲手给我的钥匙，算不算擅闯禁地？周正明盯着那把钥匙，沉默了很久，他的眼神很复杂，有震惊，有犹豫，有回忆，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释然。老太太终于把钥匙给你了。他缓缓坐回椅子上，声音低沉了许多，我等这一天，等了10年。这次轮到我意外了。10年前，老太太把这把钥匙给我看过。周正明望着窗外的天空，目光变得深远。那时候程远刚接手集团，年轻气盛，做了很多我不认同的决策。我跟老太太说，也许应该把林家股权的事公开出来，给程远一点约束。老太太说不急，时候未到。时候未到。她说林家的后人还没有来，等那个人来了，这把钥匙自然会交出去。周正明转过头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老派人才有的郑重，看来他等到了。我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刘老太等了10年，等的不是别人，是我。她一直在等我自己走到她面前，等我自己开口说出我要离婚4个字。周叔，我需要您的帮助。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手里有祠堂里所有文件的照片，林家在刘氏集团的股权占比，历次注资记录，1992年的股权确认书，还有那份补充协议，每年10%的复利条款。我需要您确认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和法律效力。周正明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窗外是城市的全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这座城市的中心地段有一大半都是刘家的产业。夫人，你知道这些文件意味着什么吗？知道，意味着刘家欠林家一笔还不起的债。不只是债。他转过身来，表情严肃，这些文件一旦公开，刘氏集团的股权结构将面临彻底重组。40%的股权加上120年的复利，这个数字会让整个集团陷入瘫痪，股价会崩盘，合作伙伴会撤资，银行会追贷。到时候不光刘家完蛋，几千名员工的饭碗也会受影响。所以您是在劝我放弃？不。周正明摇了摇头，眼神里有一种让我意外的坚定。我是在告诉你，如果你想做这件事，就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因为你面对的不是刘成远一个人，是整个刘氏集团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反击，会用尽一切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他走回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文件，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这是刘氏集团近5年的完整审计报告，内部版本、
不是公开披露的那种。我翻开一看，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报表让我有些眼花，但我能看懂关键的部分：利润率、负债率、现金流、关联交易金额。这些数字比我之前拿到的那些更加触目惊心。刘氏集团的财务状况远比你看到的要糟糕。周正明压低了声音，程远这几年一直在用杠杆扩张，收购了很多不赚钱的项目。表面上看营收在增长，实际上全靠借贷维持。集团的负债率已经超过 70%， 远超同行业的平均水平。银行那边已经有预警了，只是碍于刘家的面子还没有发作。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周正明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因为我不希望刘家毁在他手上。这个答案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周正明是刘家的忠臣，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刘家的利益。可他现在的态度，分明是在帮我对付刘成远。刘家的家业是5代人攒下来的。周正明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老派人特有的郑重。我跟着老爷子干了30年，看着刘家从一家小公司做到今天这个规模，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程远的任性毁掉。如果一定要有人来纠正这个错误，我希望那个人是老太太选中的人。他顿了顿，看着我说，也就是你。我忽然明白了，在周正明眼里，重要的不是刘成远，而是刘家的基业。如果刘成远是败家子，他宁愿换一个人来做这个位置。而刘老太选了我，所以他也选了我。我收好文件，站起身来，谢谢您，周叔，我不会让您失望。最后一个问题。周正明叫住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今天。我看了看手表，10点18分，2分钟后，苏婉晴的任命书就会在董事会上宣读。我会在表决前的一刻，把邮件群发给每一位董事。周正明沉默了一瞬，然后微微点了点头，邮件我来发，用我的邮箱发送，会比你发更有分量。而且，你的身份不适合现在就暴露。我愣了一下，周叔，这样做会连累你。我已经退休过一次了。周正明打断我，笑了一下，不怕再退一次。10点20分，刘氏集团32楼法务部办公室。周正明坐在电脑前，手指悬在回车键上方。我在他身后站着，手里握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准备好了吗？他问。准备好了。他的手指落下，一封标题为关于刘氏集团股权结构的紧急说明的邮件，通过周正明的企业邮箱，同时发送给了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以及集团所有部门总监以上级别的高管。抄送列表里一共68个人。邮件的附件里包含了我在祠堂拍到的股权文件、1992年的股权确认书、补充协议的扫描件，以及一份由周正明亲自撰写的法律意见书。意见书用词严谨，论证严密，结论直击要害。依据现有文件，林家后人合法持有刘氏集团 40% 股权，并享有自1992年起按年复利 10% 计算的未分配利润请求权。该权益不因时间流逝而灭失，不因知情权未行使而丧失。刘氏集团现任管理层有义务立即就此事进行信息披露，并与林家后人协商解决方案。这封邮件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炸弹，而炸弹的冲击波才刚刚开始扩散。32楼的会议室里，董事会正在进行第3项议题的表决。刘成远坐在主席位上，面前摊着苏婉晴的任命文件。人事总监刚刚念完苏婉晴的履历和业绩评估，措辞华美，把她描绘成一个为刘氏集团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苏婉晴坐在刘成远左手边的位置，姿态优雅，面带微笑。她今天穿了一套白色的职业套装，领口别着一枚珍珠胸针，整个人看起来端庄大方。她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董事，眼神里有自信，有笃定，还有一种志在必得的从容。
他知道今天这场表决一定会通过，因为刘成远已经提前和每一位董事打过招呼，因为他的任命是刘成远亲自推动的，因为在这个集团里，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刘成远的决定。各位董事，刘成远清了清嗓子，苏婉晴女士的履历和能力，想必大家都很清楚。她跟随我10年，从创业初期到现在，参与了集团几乎所有重大项目的决策和执行。她的专业能力、忠诚度和对集团的贡献有目共睹。我提议任命苏婉晴女士为集团高级副总裁，分管战略投资和品牌运营。请各位表决。我同意。一位和刘成远关系密切的董事率先举手。同意。同意。赞同的声音此起彼伏。苏婉晴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深，她微微侧头看向刘成远，目光里带着感激和柔情。就在这时，会议室里接连响起了手机震动的声音，不是一部，是10几部手机同时在震动。一位董事低头看了一眼屏幕，脸色骤变，他猛地抬头看向刘成远，眼神里带着难以置信。刘总，您收到邮件了吗？刘成远皱了皱眉，拿起手机，他划开屏幕的瞬间，脸就白了。会议室里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所有人都在看自己的手机，所有人的表情都在发生变化，从困惑到震惊，从震惊到愤怒，从愤怒到惶恐。邮件里的文件清清楚楚，每一页都有高清扫描图，每一个字都清晰可辨。1992年的股权确认书、补充协议、周正明的法律意见书，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颗足以摧毁刘氏集团现有权力结构的原子弹。这是什么意思？一位头发花白的董事站起来，声音里压抑着怒气。林家在刘氏集团占股 40%， 这是真的吗？为什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提过？如果这份文件是真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这些年份的红利有一小半应该属于林家。刘总，你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成远的手紧紧攥着手机，指节发白，他的目光死死盯着屏幕上的股权确认书，像是要把那纸文件看穿。那张他从小看到大的爷爷的签名，此刻像一个巨大的讽刺，印在他的眼底。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东厢房里有什么，不知道林家占股的事，不知道爷爷签过什么文件。他像一个被架在火上烤的瞎子，连为自己辩解都做不到。苏婉晴的笑容彻底僵在了脸上，她转头看向刘成远，试图从他那里找到一点底气，可他看到的只是一张比他更加苍白的脸。各位董事，一位资格最老的董事站了起来，声音沉重，今天的会议暂停，苏婉晴女士的任命表决延期，在股权问题澄清之前，任何重大人事变动都不合适。我同意。同意。复议。苏婉晴的脸色由白转青，她坐在那里，手指死死扣住座椅的扶手，指甲在上面留下一道道划痕。她等了10年的升职机会，在最后10秒被人按下了暂停键。而按下暂停键的那个人，此刻正坐在32楼的法务部办公室里，喝着凉咖啡，看着窗外的风景。会议不欢而散，董事们三三两两地走出会议室，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有人在小声讨论，有人在打电话，有人面色铁青地直接走向电梯。苏婉晴是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的，她坐在原位，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才慢慢站起来。她的动作很慢，像是身上每一块肌肉都在对抗着某种巨大的压力。她走到刘成远面前，声音低的只有他们2个人能听见，这是林徽因干的，对不对？刘成远没有回答，但他的沉默本身就是答案。我早就说过，他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苏婉晴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你从来不信。
你说他就是个没用的花瓶，翻不起什么浪。现在呢？他翻的浪够不够大？够了。刘成远的声音嘶哑，让我静一静。静一静。苏婉晴冷笑了一声，刘成远，你醒醒吧。这封邮件是周正明发的。周正明是你父亲的人，他在刘氏待了30年，他为什么要帮林徽因？因为林徽因手里有真东西。那些文件不是伪造的，是从祠堂里拿出来的，你敢说那是假的吗？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说够了。刘成远猛地一拍桌子，巨大的声响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回荡。他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那是一种被逼到绝境的困兽才会有的表情。我会处理。他咬着牙说，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以为拿着几张旧纸就能翻盘，他想的太简单了。苏婉晴看着他，目光里忽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有失望，有愤怒，但更多的是恐惧。他认识刘成远10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他露出这样的表情。那是一种被逼到死角，随时可能做出任何事情的表情。消息传得比我预想的还要快，不到中午，刘氏集团股权争议的事情就已经在商业圈里传开了。徐瑞告诉我，已经有7、8家财经媒体的记者联系他请求采访，几大律所也开始主动接触，想要代理这个案子。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徐瑞在电话里语速飞快，刘成远的秘书室刚刚发了一个内部通知，说今天下午3点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他们想抢在你正式提起诉讼之前，先在内部统一口径。统一什么口径？无非是质疑文件的真实性，质疑你的继承资格，或者说这些协议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不过这些都没用，股权确认书的原件在你手里，周正明的法律意见书论证得很严密，诉讼时效的问题也不成立，因为林家从未行使过权利，时效应该从你知道权利存在的时候开始计算。那就让他们开。我说，他们越是想捂盖子，盖子就越捂不住。你确定要让他们开？会上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对你不利的决议。我要的就是这个，让他们在会上讨论这件事，让更多的股东知道真相。消息传得越广，刘成远的压力就越大。等他扛不住的时候，自然会来找我。徐瑞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林小姐，我觉得你更适合做律师。挂了电话，我坐在老宅的房间里，看着窗外渐渐变暗的天色。祭祖结束后，刘成远和苏婉晴当天下午就回了城里，留下我一个人在老宅。这正合我意，我需要时间把所有资料整理成一份完整的诉讼材料。下午3点，徐瑞发来消息，临时股东大会在刘氏集团总部召开，参会股东共计37人。会上，刘成远承认了祠堂文件的存在，但声称文件的真实性和法律效力有待考证。有3位股东当场要求聘请独立第三方进行审计和鉴定，刘成远被迫同意。他同意了审计，我有些意外。他不得不同意。徐瑞的声音里带着笑意，如果不答应，那3位股东当场就要提案罢免他的董事长职务。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只能拖。审计要多久？最快也要1个月，但这1个月里他什么都做不了，不能有大额资金调动，不能有重大人事变动，不能进行新的投资和并购，整个集团的决策机制都被冻结了。很好，这1个月够我做很多事情了。挂了电话，我打开电脑，把这段时间收集的所有资料按时间线重新整理。从光绪23年的第一笔注资，到1992年的股权确认书，到刘成远近3年的财务违规记录，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在我的屏幕上缓缓铺开。还需要一个关键的东西，刘成远父亲刘伯庸的遗嘱。刘伯庸7年前去世，他生前一定知道林家股权的事，他一定在遗嘱里交代了什么。如果能拿到遗嘱原件，
就能证明刘家并非不知情，而是明知故瞒。而这份遗嘱大概率在刘成远手里，我需要一个能接触到遗嘱的机会。晚上，刘老太又让陈妈来叫我吃饭，还是那个小院，还是那张方桌，还是4菜1汤，只是今晚的菜换了花样，糖醋排骨、蒜蓉西兰花、凉拌木耳，1碗鲫鱼豆腐汤，外加1碟子腌萝卜。今天的动静不小，老太太一边夹菜一边漫不经心地说，听说你把周正明都拉到你那边去了，是周叔自己愿意帮忙的。周正明这个人看着圆滑，骨子里有股倔劲儿，他帮你不是因为喜欢你，是因为他觉得刘成远不行。老太太喝了一口汤，不过光有周正明不够，刘成远在集团里经营了这么多年，根基比你想象的深。你今天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等他缓过来，反击会很猛烈。奶奶，我知道，所以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更多的证据。老太太看了我一眼，放下筷子，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卷翘，但画面依然清晰。上面是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面容儒雅温和，眉宇间和刘成远有几分相似。这是成远的父亲刘伯庸。老太太的声音平静，但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黯然。7年前他临走的时候交给我一封信，信里说林家的股权是他心头最大的石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林家。他让我答应他，如果成远将来不争气，如果刘家对不起林家的女儿，就让我把这封信拿出来。他从袖子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已经泛黄，上面用毛笔写着“吴母亲启”4个字。这封信里有他亲笔写的一份遗嘱，补充说明承认林家股权的存在，要求刘家后人必须履行契约。老太太把信放在桌上，手指按在上面，看着我，我可以把它给你，但在给你之前，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您说。你可以拿走刘家的钱，可以拿走刘家的股权，可以让成远一无所有。他的声音忽然变重了，但你不能毁掉刘家的基业。这座宅子、祠堂、祖坟，还有刘氏集团，你可以让他换个名字，但不能让他散了。这是我唯一的要求。我沉默了很久。老太太的意思很明白，她要我为刘家留一条后路。她可以容忍我把刘成远赶出去，但不能容忍我让整个刘家陪葬。好，我最终说，我可以拿回林家的东西，但我不会让刘家的基业毁在我手里。刘氏集团的员工不该为刘成远的错误买单，那些跟了刘家几十年的老臣子也不该为他的任性失去饭碗。老太太看了我很久，像是在确认我说的是不是真心话，然后她把手从信封上移开，轻轻推到我面前。你比你外婆强，她说。您认识我外婆？我愣住了。老太太没有回答，只是端起茶杯，目光越过我的肩膀，望向窗外的老槐树。夜风穿过树梢，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替她回答一个很久远的问题。我拿起信封，小心翼翼地拆开，里面是2页信纸，字迹工整端正，是刘伯庸的笔记。信的内容不长，但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母亲大人亲启，儿自知时日无多，有一事不得不托付。林家股权之事，乃祖辈旧约，而在生时未能妥善解决，视为平生憾事。今留此信，备日后之需。若成远贤孝守业，善待林家后人，则此信永不见天日；若成远失德败行，辜负林家之女，则母亲可将此信公示于众，以正视听。刘氏集团40%股权当归林家后人所有，自1992年起未分配之利润，应按年复利10%计算。此事有契约为证，藏于祠堂东厢房，母亲可自行查看。另有一事须告知母亲，林家长女林徽之乃成远之良配，林家有恩于刘家在先，
刘家不可负林家在后。程远若不知珍惜，请母亲代行家法，不必留情。不孝子伯庸叩首。信纸上盖着刘伯庸的私章，旁边还有一位律师的见证签名。这封信虽然不算是正式的遗嘱补充文件，但作为刘伯庸的亲笔信，在法庭上有着极强的证明力。它证明了刘家的上一代掌舵人知晓并承认林家股权的存在。我把信重新折好，放回信封，抬头看向老太太，谢谢您。不用谢我。老太太摆了摆手，这是伯庸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刘家欠林家的，该还了。他站起身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昏黄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映在青砖地面上，像一个沉默的守护者。徽因，接下来你要面对的不只是程远一个人，整个刘氏家族的既得利益者都会成为你的阻力。他们会说你是外人，会说你是来拆散刘家的，会用各种手段逼你妥协。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了3年。我说，那就去吧。他转过身来，眼神里有欣慰，也有担忧，但要记住，你不是一个人，你背后有林家的列祖列宗，有我这把老骨头，还有你外婆，她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为你骄傲。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眼泪。走出小院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山里起了雾，老宅的飞檐翘角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像一个沉睡的巨人。我攥着信封走在石板路上，脚步很稳，心里更稳。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徐瑞。林小姐，最新消息，刘程远刚刚让法务部发了一个内部通告，说祠堂文件的真实性存疑，将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期间，所有关于股权归属的讨论暂停。他这是在拖时间。对，拖延战术。他想拖到老太太的影响力消退，拖到股东们的注意力被转移，拖到你撑不住主动放弃。那就让他拖。我说，正好我也需要时间。我手里有了新的证据，刘伯庸的亲笔信，承认林家股权的存在。你准备一下，我们下周正式起诉。收到。挂了电话，我回到房间，把刘伯庸的信和其他资料放在一起，锁进了保险箱。保险箱里还有一个木匣子，林家祖传的凤章。我打开匣子，把那枚温润的白玉印章握在手心里。月光从窗户透进来，照在印章上，凤穿牡丹的纹路在月光下栩栩如生。外婆，您找了一辈子的东西，我找到了。您守了一辈子的林家，我来守。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电话是苏婉晴打来的。林徽因，我们见一面。她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哭腔，甚至带着一种奇怪的坦诚。就我们2个人，没有刘程远，没有别人。有些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我犹豫了3秒钟，答应了。不是因为相信他，是因为好奇。这种时候，他不在刘程远身边守着，反而主动找我，一定有别的原因。我们约在城郊一家不起眼的茶馆。苏婉晴比我先到，坐在最角落的包间里，面前摆着一壶已经凉掉的碧螺春。她没有化妆，穿着一件普通的米色风衣，看起来有些憔悴，但眼神很清醒。我认识刘程远10年了，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有些意外。从他大2创业开始，那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创业的钱是我帮他借的，第一间办公室是我帮他找的，第一个大客户的合同是我陪他喝了3天的酒才签下来的。10年了，我把我最好的10年都给了他。我坐下，没有说话。他结婚那天，我在婚礼现场。苏婉晴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我站在酒店外面的停车场里，透过玻璃门看着他牵着你的手走进宴会厅。那天晚上我喝了1整瓶红酒，吐了3次，然后第2天一早照常出现在公司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同情你？不是。苏婉晴抬起头看着我，
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坦诚。我是想让你知道，我知道自己是谁，我知道我是第三者，知道我的存在伤害了你，知道我在你眼里是一个不要脸的女人，这些我都知道。他停顿了一下，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那是一张银行转账记录，转账人是刘成远，收款人是一个境外账户，金额是2000万，转账日期是今天早上6点30分。他今天一早就赚了这笔钱。苏婉晴说，账户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收款公司的名义股东是一个巴拿马人，实际控制人是刘成远。这笔钱是备用金，他给自己准备的后路。如果股权的事闹大了，他随时可以跑。我盯着那张转账记录，心跳加速了一拍。2000万对于刘氏集团的体量来说不算多，但这笔钱的性质很特殊，它是在股权问题曝光之后转出的，方向是境外，而且用的是离岸公司。如果这笔钱被认定为转移资产，那刘成远就不仅仅是管理不当的问题了。为什么给我这个？苏婉晴沉默了很久。包间里很安静，只能听到窗外的雨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雨了，细细密密的雨丝打在竹帘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因为今天早上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终于开口，声音比之前低了很多。他说，如果到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把责任都推出去。推出去？找人背锅？苏婉晴苦笑了一下，财务上的问题，关联交易的问题，利润转移的问题，总得有人负责。他说会让法务部拟一份文件，证明这些事情都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他不知情。他找的背锅人是谁？苏婉晴没有回答，但他看我的眼神里有一种让我心头一紧的东西。是我，对吗？我笑了，笑得很冷。他把所有的事情推到我头上。我一个在集团没有任何职务，没有任何签字权的人，怎么背这个锅？他不需要让所有人都相信，他只需要让一部分人相信，然后制造足够的疑点，让调查拖上1-2年。1-2年之后，他已经把能转移的都转移走了。我靠回椅背上，看着面前这个女人，10年的感情换来的是一句推出去。他今天来找我，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是因为他终于看清了，刘成远能把我推出去背锅，就也能把他推出去。在他眼里，我和他都只是可以随时弃掉的棋子。你想让我怎么做？我问。不是我让你怎么做，是我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苏婉晴说，后天刘成远会在老宅召开家族会议，他会当众提出离婚，不是他要离，是逼你主动提。他会给你一笔补偿金，然后要求你签署一份放弃所有权利的协议。如果你不签，他就会把你的过错，他编造的过错公之于众。什么过错？不外乎那几种，说你有外遇，说你私自转移财产，说你有精神问题。只要能抹黑你的人格，让你在法庭上失去可信度，什么都可以编。我忽然觉得很想笑。3年前我穿着嫁衣走进刘家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我的丈夫要编造外遇的谣言来诬陷我，而他真正的女人坐在我对面，把这些计划一五一十的告诉我。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荒诞。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站起身来，但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说，如果他真的倒了，你打算怎么办？苏婉晴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苦涩，有自嘲，还有一种奇异的解脱感。我不知道，我31岁了，跟了一个男人10年，到头来发现自己只是他的一颗棋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没有回答，转身走出了茶馆。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我撑着伞站在街边，看着雨水顺着伞沿滴落，在地面上溅起细碎的水花。手机响了，是徐瑞。林小姐，我刚收到消息，刘成远后天要在老宅召开家族会议，议题是刘林两家婚姻事宜，这是要逼你离婚。我知道。我说，
让他开。你不去？去，不但要去，还要让他后悔开了这个会。你手里有牌了？我低头看了看包里那份刘伯庸的亲笔信和那份银行转账记录的复印件，嘴角微微上扬。我手里的牌比他想象的要多得多。挂了电话，我抬头看向灰蒙蒙的天空，雨还在下，但云层已经开始变薄，远处透出一线微光。后天就是清算的日子。第3章，家族审判。刘家老宅的正厅已经有10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这座正厅建在祠堂前方，是刘家商议重大事务的地方。据族谱记载，上一次正厅坐满人还是刘成远接任集团总裁的那天。那天刘伯庸还在世，坐在正中间的主位上，把集团的大印亲手交到儿子手里。今天正厅的椅子全满了，刘氏宗亲中有头有脸的都来了，二叔公、三叔公、四堂伯、五表叔，还有7、8位在集团里担任职务的年轻一辈。男人们坐前排，女人们坐后排，座次的排布和祭祖那天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今天坐在主位上的是刘成远自己。他穿了一身深灰色的西装，白衬衫的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整个人看起来冷硬而克制。他的左脸上那天被老太太打的巴掌印已经消了，但仔细看还能看到一点淡淡的青紫。苏婉晴没有来，这个发现让我有些意外，但仔细一想就明白了，在这种场合，她的出现只会给刘成远减分。他需要扮演的是一个被妻子拖累的受害者，而不是一个明目张胆的出轨者。我走进正厅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那些目光有探究的，有嘲讽的，有幸灾乐祸的，还有一些我之前从未见过的警惕和敌意。股权的事已经在家族内部传开了，他们现在看我不再是一个不得宠的废物媳妇，而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来了。刘成远抬了抬眼皮，语气淡漠的像在跟一个陌生人说话。坐吧。我在为他准备的那把椅子上坐下，正厅的正中间，所有人的目光都可以毫无遮挡的看过来。这把椅子摆得很妙，像是一个被审判的位置。今天把各位长辈请来，是为了商议一件事。刘成远开门见山，声音不带任何感情，关于我和林徽因的婚姻问题。二叔公率先开口，成远，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家族里没有外人。好。刘成远深吸一口气，转向我，目光冷得像冰。林徽因，你我结婚3年，名义上是夫妻，实际上从无夫妻之实。这3年来，你在刘家衣食无忧，我没有亏待过你。但我刘成远做事向来光明磊落，今天当着所有长辈的面，我希望你主动提出离婚。我可以给你一笔补偿，1000万现金，外加城里一套2居室的房子。这个条件足够你过完下半辈子了。正厅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响起一片窃窃私语。1000万，在普通人眼里确实是天文数字，够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舒舒服服活一辈子了。我看着刘成远那张一本正经的脸，忽然觉得很好笑。他大概真的以为这就是厚道了。如果我不答应呢？我问。刘成远的眼神沉了一下，像是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他向旁边的秘书示意了一下，秘书从公文包里抽出一沓文件放在桌上。如果你不答应，那我们就只能公事公办了。刘成远把文件推到我面前。这3个月，你频繁接触不明身份的人员，暗中收集集团内部资料，涉嫌商业间谍行为。还有你的个人消费记录，最近半年，你的账户有多笔大额资金进出，来源和去向都不明确。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不正当行为。我拿起那份文件翻了翻，所谓的证据做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几段模糊的监控录像截图，几张银行流水的截屏，甚至还有一份所谓的私人调查报告，里面说我与不明男子多次秘密会面。这个不明男子，我指着报告上的照片，
好像是我的律师吧？你这么拍照，他知道吗？你不必转移话题。刘成远的声音冷硬，今天叫你来，不是跟你辩论的。2条路，你自己选。我选第3条。我把文件放下，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份档案袋，放在桌上。刘成远，你刚才说的那些，我一个都不认。但接下来我要说的，请你一个字一个字的听清楚。档案袋打开，里面的文件被我一份一份拿出来，摊在桌上。这份是刘伯庸先生的亲笔信，写于7年前他去世前1个月。信里明确承认林家持有刘氏集团40%股权，并要求刘家后人必须履行契约。笔迹鉴定和印章核验的结果都附在后面。这份是刘氏集团近3年的内部财务报表，由首席法务顾问周正明先生提供。报表显示，你在过去3年通过关联交易向境外转移的资金总额超过5亿人民币。具体的交易记录、账户信息、时间节点都在附件里。这份是今天早上6点30分你从个人账户转出2000万的记录，收款方是你的离岸公司。转账时间是股权争议曝光之后不到24小时。这笔钱的用途，需要我替你在各位长辈面前解释吗？正厅里的空气像是被抽空了。刘成远的脸白得像一张纸，额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发出了一个含糊的音节。二叔公猛地站起来，因为动作太急，椅子都被带翻了。他几步走到桌前，颤抖着拿起刘伯庸的亲笔信，目光在信纸上来回扫了好几遍。这是伯庸的字，这是伯庸的章。他的声音在发抖，整个人像是老了10岁。伯庸7年前就写了这封信，他7年前就知道林家股权的事。不光是刘伯庸先生知道，我说刘老太也知道。祠堂东厢房的钥匙是他亲手交给我的，东厢房里120年的契约、账册、股权文件，我已经全部拍照存档。任何有疑问的人，现在就可以去看原件。三叔公站了起来，四堂伯站了起来，五表叔也站了起来，所有上了年纪的长辈都站了起来，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刘成远。成远，他说的是真的吗？二叔公的声音沙哑，林家真的占股40%。刘成远的嘴唇翕动着，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环顾四周，每一个长辈的目光都像一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可以说文件是伪造的，但东厢房里的原件做不了价。他可以说股权的事他不知道，但刘伯庸的遗嘱做不了价。他可以说资金转移是正常经营，但那2000万的转账时间和去向，怎么洗都洗不白。他无路可退。我不相信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他咬着牙说，但声音已经没有之前的底气了。那就报警。我打断他，把警察叫来，把市场监管部门叫来，把税务局叫来，让他们来查，来鉴定，来核算。我不怕查，你怕不怕？这句话像一把刀，直接捅在了他最要害的地方。他怕，他当然怕。他的那些关联交易、利润转移、境外账户，任何一项被查出来都够他喝一壶的。更何况刘氏集团的实际负债率远超公开数据，如果被监管机构盯上，整个集团都会陷入危机。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刘成远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急促，带着一种困兽犹斗的绝望，没必要闹到外面去。你开个条件，我们可以谈。谈？我看着他，缓缓摇头。刘成远，你没有资格跟我谈。你不是要我给你开条件吗？好，我给你4个条件。我竖起第1根手指。第一，林家股权按照1992年协议执行，40%的股权加上每年10%的复利，从1992年计算到今年，一共31年。具体的数字由法院和审计机构核算，少1分钱都不行。这不是我要的，是林家的列祖列宗要的。竖起的第2根手指。第二，你立刻辞去刘氏集团总裁职务，
不得再参与集团任何经营管理活动。董事会重新选举新的管理团队，由独立第三方监督过渡期。你没有资格再做这个位置了，从你挪用第一笔资金的那一天起，你就失去了这个资格。竖起的第3根手指。第3，你个人名下的所有财产，包括在国内外的房产、股权、离岸账户以及刚刚转出去的那2000万，全部冻结，接受审计。如有转移资产的嫌疑，依法追缴。你不是说我账户有问题吗？那我们就一起查，看谁的问题更大。竖起的第4根手指。第4，也是最简单的一条，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你跪下来，向我道歉。不是向林家道歉，是向我。为这3年你对我的践踏，为你今天编造的诬陷，为你作为一个丈夫却没有尽到任何丈夫的责任。跪下，说你错了。正厅里静的连呼吸声都听得见。刘成远的脸由白转青，由青转紫，下颌骨咬得咯咯作响。他坐在那张象征刘家最高权力的主位上，手指死死抠着座椅的扶手，指节发白，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鼓起。他不能跪，在所有族人面前跪下一个被他冷落了3年的妻子，这比让他倾家荡产还要难。刘家的男人什么时候跪过人？林徽因，他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你不要太过分。我过分？我笑了一下，那笑声连我自己都觉得冷。3年，我在刘家住了3年，你进过我房间几次？你跟我说过几句话？你带着别的女人出席各种场合，让全天下都知道我是个摆设。今天你编造外遇的谣言，想逼我净身出户，还准备把所有财务问题的黑锅推到我头上，你说我过分？我从包里拿出苏婉晴给我的那张转账记录，拍在桌上。这上面有你的签名，有银行的系统记录，有收款账户的详细信息。你猜，如果我把这张纸交给经侦队，他们会怎么定性？转移资产，涉嫌洗钱，你觉得你能在法庭上撑多久？刘成远的瞳孔剧烈收缩。苏婉晴给你的？他的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我没有回答。他闭上眼睛，胸口剧烈起伏着。正厅里的空气凝重的像一块铁板，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他的反应。1分钟，2分钟，时间漫长的像一个世纪。然后刘成远慢慢的站了起来，他的膝盖弯曲的很慢，慢到像是在对抗整个世界的重力。青砖地面很硬，他的膝盖落上去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我错了。2个词，短得像2把刀，一把扎在我心里，一把扎在他身上。我看着跪在面前的男人，这个32岁的天之骄子，手握100亿资产的商业精英，此刻狼狈的像一条落水狗。他的西装皱了，领带歪了，眼睛里满是屈辱和不甘，但还是跪了，因为他知道，不跪的话，失去的会更多。够了吗？他咬着牙问。够了。我俯视着他，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淡淡的、空虚的平静。你欠我的，今天还了。剩下的，你欠林家的，法律会替我要回来。我转身面向在场的所有人，声音不大，但足以让正厅里每一个角落都听得清清楚楚。各位刘家的长辈，我林徽因今天在这里把话说明白，我不是来拆散刘家的。林家要的只是本该属于林家的东西，多1分不要，少1分不行。刘氏集团的员工不会因为我而失业，刘家的祠堂祖坟不会因为我而被破坏。但刘成远必须离开，他做的那些事不配坐这个位置，也不配姓刘。没有人反驳，连二叔公都沉默了。刘成远跪在地上，低着头，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分不清是愤怒还是屈辱，或者2者都有。正厅里的灯光把他跪在地上的影子拉得很长，印在青砖地面上，像一个被折断的标志。不过分。二叔公忽然开口了，声音苍老而沉重，做错了事就该认，这是刘家的规矩。
170年的规矩，谁都不能破。他走到刘成远面前，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侄孙，眼神里有恨铁不成钢的怒意，也有一丝长辈对晚辈的心疼。站起来，二叔公说。刘成远没有动。我叫你站起来。二叔公猛地一拍桌子，声音在正厅里炸开，刘家的男人跪了就跪了，跪完了就站起来。你没做过的事，今天在这里说不清，那就去法庭上说。你做过的那些事，逃不掉就得扛。刘成远慢慢站了起来，膝盖上沾着青砖地面的灰尘。他拍了拍裤子，抬起头来，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愤怒，有屈辱，有不甘，但唯独没有悔意。他转身走出正厅，脚步很快，皮鞋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急促的声响，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老宅深深的回廊里。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不是开心，也不是难过，只是觉得胸口堵着的那口气终于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手机响了，是徐瑞。林小姐，最新消息，10分钟前，证监部门正式受理了举报，决定对刘氏集团启动调查，调查组预计下周进驻。收到。我挂了电话，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远处的祠堂在夕阳的余晖中镀上了一层金色，飞檐翘角静静地指向天空。山风吹过来，带了槐花的香气，清淡而绵长。今年院子里的老槐树好像比往年开花更早一些。第4章新局。3个月后，刘氏集团的调查结果出来了。调查组在刘成远个人账户中发现了大量的违规交易证据，包括关联交易、利润转移、境外洗钱等多重问题。他名下3家离岸公司被查实用于转移资产，总金额超过12亿。案子移交司法机关后，刘成远被正式批捕，因为涉案金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检方建议量刑10年以上。宣判那天我没有去旁听，徐瑞去了，回来跟我说，刘成远在被告席上瘦了很多，西装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头发也白了不少。法官念判决书的时候，他一直低着头，直到最后才抬头看了一眼旁听席。旁听席上只有周正明和几位集团的老人，苏婉晴没有来，老太太也没有来。苏婉晴呢？我问。上个月辞职了，离开了这座城市。徐瑞翻了一页笔记本，据说是去了南方，在一家小公司做行政主管。走之前给刘成远写过一封信，信的内容不清楚，只知道那封信被退了回来，刘成远在看守所里拒收了。我沉默了一会儿，10年感情，最后以一封被拒收的信结尾。苏婉晴把她最好的10年给了刘成远，换来的是推出去3个字和1次拒收。这个结局对他来说也许太过残忍，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他自己选的？林家的股权案进展怎么样了？很顺利，法院已经认定了祠堂文件的法律效力，40%的股权归属没有争议。现在核算的是复利部分，从1992年到现在的31年，按年复利10%计算，初步估计在林家股权折现之后，你应该获得的补偿金额在80亿到120亿之间，具体要看最后的资产评估结果。我靠回椅背上，望着窗外的天空。120亿，这个数字大到我没有任何真实感。刘氏集团呢？正在重组。按照你的要求，林家获得的股权中，你个人只保留20%作为家族基金，用来维护老宅祠堂和资助林家后人的教育。另外20%成立了一个员工持股计划，分给集团的骨干员工。所以刘氏集团没有散，员工也没有失业。刘家那些老人的股份也还在，只是刘成远被彻底清出去了。新的总裁是谁？周正明暂代，他已经表态最多干1年就退下来。
董事会正在物色职业经理人，你作为第一大股东，有提名权。我不参与管理。我说，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徐瑞合上笔记本，犹豫了一下，忽然问了一句，你后悔吗？我转头看他。很多人觉得你心狠手辣，他说，把一个32岁的男人送进监狱，夺走了他的一切。有人说你比苏婉晴更可怕，苏婉晴只是想要一个名分，而你是要他的命。你觉得呢？徐瑞想了想，慢慢地说，我觉得如果3年前刘成远对你好一点，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不是被你毁掉的，是被自己的傲慢毁掉的。我没有接话，只是转头看向窗外。窗外的城市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耀眼的光芒。这座城市见证了我最狼狈的时刻，也见证了我重新站起来的样子。对了，徐瑞忽然想起什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今天早上收到的，寄件人没有署名。我接过信封拆开，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和一张纸条。照片是老宅祠堂前的合影，刘老太坐在正中间，我站在她身后，身边是一群刘家的孩子们。那天是祭祖后的第3天，老太太非要拉着我拍全家福，说刘家的族谱上应该有一张林徽因站在正位的照片。纸条上只有8个字，笔迹苍劲有力，一看就是老太太的手笔。正妻之位，从来是你。我把照片和纸条收好，放进了随身的小包里。那个包里还有一个木匣子，匣子里装着林家的凤章。3个月来，我第一次把凤章带出老宅。今天下午，我要去一趟江城，把凤章埋在外婆的墓前。手机又亮了，是陈妈发来的消息。老太太问你什么时候回老宅吃饭，今天炖了红烧肉。我笑了一下，回复道，明天就回。窗外，一群鸽子从楼顶掠过，在蓝天上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远处有新的高楼在施工，塔吊缓缓旋转，像是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心跳。新的一天刚刚开始，而我终于不再是谁的附庸，不再是家族联姻的牺牲品，不再是别人故事里的配角。我是林徽因，林家的长女，林家的传人，刘氏集团第一大股东，以及我自己的主人。